人到老年，有个骗了无数人的天大误区，总觉得热闹就是有福，合群才算过得好。可我问你一句真心话，窝在家里安安静静待一下午，和去人堆里凑2小时热闹，哪个更让你舒坦？多少人明明一个人待着最自在，傍晚靠在沙发上，看天光从金黄慢慢沉沉灰蓝，不用说话，不用应酬，连心里都是松快的。可架不住旁人说闲话，怎么总一个人多孤单啊？出去跟大家聚聚啊！为了不被说孤僻，不让儿女担心，你硬着头皮去赴喜酒，去广场扎堆，去凑那些家长里短的局，出门强撑着笑脸应付，回到家直接瘫在沙发上，头昏脑胀，浑身发沉，好几天都缓不过神。你甚至偷偷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老了不中用了，还是我性格真有毛病，天生不合群？今天我就把话撂透，你半点问题都没有，怕热闹，爱清静，根本不是孤僻，这是你的身体在拼尽全力护着你的命。咱们老祖宗常说人活一口气，这股气就是你的精气神，是撑着你身子骨过日子的根本。有些人的气机天生就比较清透，比较敏感，一走到那种乌烟瘴气人声鼎沸的地方，几十号人的情绪闲话攀比心气搅在一起，磁场乱成一团麻。你哪怕不主动说话，也要为了撑场面赔笑脸，接闲话，应付那些毫无营养的客套。我告诉你们，就在你点这一下头赔这一个笑脸的时候，你内在的精气神哗的一下全露出去了。咱们经常讲六根漏闪，你的眼睛看着乱七八糟的场面，你的耳朵听着充满攀比和抱怨的闲话，你的嘴巴说着言不由衷的客套话，这就是在疯狂地消耗你生命底层的能量。这在修行里叫什么？这就叫漏丹啊！为什么？你在那种喧闹的环境里待不到2个小时就开始疲惫、头痛，甚至莫名其妙的烦躁。那是你的身体比你的脑子还要聪明，那是你的本能，在这个时候给你拉响了警报，他在拼命告诉你，老伙计，赶紧撤吧，外面的邪气和浊气太重，咱们的元气快被吸干了。所以你本能的想要逃离人群，想要赶紧回家，关上门清静清静。这根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社交恐惧，这是你生命里最原始最高级的一套自我保护机制。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独处带给你的第一大顶级福报，保精气神，止漏延寿。你想想看，一根蜡烛，如果你把它放在风口里，风一吹，火苗呼呼地往上窜，看着是挺亮堂挺热闹的，但结果是什么？很快就烧完了，化成一滩蜡油了。人的寿命也是一样，你天天把自己扔在人堆里，天天去迎合别人的热闹，你就是那根在风口里燃烧的蜡烛，你的能量全被外面的闲言碎语、人情世故给吸干了。只有当你把大门一关，手机一撂，断绝外面的纷扰，不看别人脸色，不听别人八卦，你才是在给自己指漏。在那个寂静的房间里，只有你和你自己的呼吸声，你的气机不再往外散了，慢慢的收拢回来，你的五脏六腑才能踏踏实实地得到修养，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8个字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续命真言。可惜世人颠倒，不懂得这个天大的智慧。很多人一上了年纪，心里就那么怕这个空字，儿女成家立业搬出去了，哪怕老伴还在，2个人一天到晚大眼瞪小眼，也没几句话说。这时候
屋子里安安静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安静啊，赶紧把电视机打开，哪怕不看也要弄出点响动来，要么就赶紧换上衣服往街心公园跑，往广场舞的队伍里扎，甚至拼了老命去讨好儿女，给孙子买这买那，就为了听小辈喊一句爷爷奶奶真好。你们要晓得这种状态叫做什么？这就叫向外持求。你心里头因为害怕孤独，生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觉得必须要抓点什么人，找点什么事来填满它。你带着这种绝望的恐慌的心情去抓取，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做极重的攀缘心。很多人以为我多交朋友，我多去关心儿女，这是热爱生活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完全错了。你看是在追求热闹，其实你潜意识里散发出来的是一种极度匮乏、极度饥渴的气场。在这个宇宙的因果法则里，匮乏永远招惹来的都是灾祸，绝望招惹来的永远是吸血鬼。当你带着这种求求你们来陪陪我，求求你们来看看我的念头去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你越是死死的抓，你命里的好缘分和福气跑得就越快。我认识一个老赵，67岁了，原来是个中学的教导主任，前几年老伴得疾病走了，原本热热闹闹的一个家，突然就剩他孤零零一个人，每天晚上看着冷锅冷灶，老赵心里慌啊，甚至到了半夜会突然坐起来，满头冒冷汗。他受不了这份清冷，就开始发疯一样的到处相亲，去各种老年单身俱乐部，见人就倒苦水，说自己一个人多难熬，哪怕找个人搭伙做饭也行啊。他那个急切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快要在水里淹死的人，不管飘过来一根什么稻草，他都要死死抱住。结果没多久，相亲角里就凑过来一个50多岁的女人，是个做家政的保姆。这女人太懂老赵的心思了，一开口就是软话：赵大哥，我看你这衣服领子都破边了，也没人缝，你一个人真是遭罪，以后啊，你这屋里的热乎饭我包了。老赵一听这话，眼圈当场就红了，他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没几个月就把这女人接回了家。一开始确实好，热汤热饭伺候着，老赵为了留住人家退休金的存折，直接交出去了，连儿女劝他留个心眼，他都跳着脚跟儿女大吵一架，说儿女是不想看他过得舒坦。可是好景不长，大半年后的一天晚上，那女人突然扑通一声跪在老赵面前，哭得死去活来，说自己的儿子在外面欠了高利贷，人家说了，明天不拿30万过去，以后就见不到他儿子了。老赵懵了，看着女人抱着他的腿嚎啕大哭，他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和极度的恐惧全被勾出来了。他怕这女人被逼急了跑了，自己又得回到那个死寂的空屋子里。第二天一早，老赵咬着牙去了银行，站在柜台前填汇款单的时候，老赵的手抖得跟筛糠一样，连字都写得歪歪扭扭，那可是他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啊。但他还是一咬牙把30万转了过去。结果呢，钱打过去的第二天下午，老赵买完菜回家，推开门一看，那个女人不见了。他赶紧掏出手机打电话，听筒里只有冰冷的声音：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老赵手里的菜吧嗒掉在地上，整个人顺着门框滑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屋子里又回到了当初那种可怕的死寂。
后来老赵大病了一场，半条命都没了。病好以后，他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了一样，他不再去相亲角了，也不去亲戚家凑热闹了。他每天拎着个小马扎，拿着根鱼竿，一个人去江边钓鱼，从早做到晚。江风一吹，看着江水浩浩荡荡的流，别人问他：老赵，不找老伴了？老赵摆摆手，笑得很淡：不找了。以前是怕寂寞，现在才懂，原来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才是真自在啊。他在那江水的一起一伏里，把人生的得失因果彻底给看透了。你们想想看，老赵这场灾难真的是那个骗子带来的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是他自己那颗极度恐慌、极度匮乏的攀缘心招来的。当他在相亲角里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他就像是一块新鲜的肉，直接被因果的网扔进了海里。招来的怎么可能是好伴侣？招来的全都是闻着腥味过来的鲨鱼。所以这正是我们要讲的独处带给你的第二大顶级福报：不乱攀缘，皆清净缘。真正懂得独处、喜欢独处的人，他们绝不是性格孤僻，更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相反，他们是对关系的质量有着极高的要求。他们太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宁可干干净净的一个人待着，也绝不去招惹那些乱七八糟的孽缘。很多人一辈子活在糊涂里，觉得我手机通讯录里有200-300个老朋友，一觉就能凑3桌麻将，这就是有福。其实你仔细去点亮点亮，那些整天拉着你东拉西扯、打牌喝酒、聊张家长李家短的人，有几个是真心盼着你好的？大部分所谓的社交都是在互相消耗。你把时间精力搭进去，把好好的清净心搅乱，换来的除了是非，除了攀比，除了一肚子嫌弃，还有什么？老祖宗讲的因果业力全在人情世故的牵扯里。你今天去迎合这个亲戚，明天去讨好那个朋友，你结的这些缘全都是带漏的缘，时间久了，这些业障全都要由你自己的命数来背。而当你学会了把大门关上，不乱串门，不乱打听别人的事，你就是在你的家门外，在你的命盘外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金钟罩，这就是在结清净缘。当你不去外面绝望的抓取时，那些想占你便宜的、想吸你能量的、想拿烂事来烦你的人，自然而然就找不到你了。你的磁场变干净了，变清澈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你虽然一个人待着朋友少了，但留下来的那3-2个老知己才是真正懂你，真正能在你生病时给你倒杯热水的贵人。这就是从向外持求的苦海里爬出来，登上了自保求安的彼岸。可是话又说回来，外面的门好关，心里的门难关啊。当你真的狠下心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应酬推掉，把家里的防盗门砰的一声关上，把手机静音扔到沙发那一头的时候，你马上就要面临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屋子里太静了，静的你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走字的声音，静的你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心里会发毛，总觉得空荡荡的，好像缺点什么。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因为你把寂寞和孤独这2个词彻彻底底的搞混了。世间人总觉得一个人待着就叫寂寞，就叫可怜。不对的，寂寞是什么？寂寞是你的心空了，像个无底洞。你坐在家里，心里慌作一团，眼睛时不时的去瞥那个黑着屏幕的手机，总盼着能有个人给你发条信息，
或者打个电话喊你出去打牌，你是在等别人来填满你，这叫寂寞。那什么是孤独呢？孤独是你的心满了，你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夕阳落下去，你不觉得无聊，不觉得慌张，你觉得你跟天地万物跟你自己待在一起，就像跟一个上辈子就认识的老知己坐在一起喝茶一样，那种自在，那种从容，是不需要任何人来捧场的。这在咱们老祖宗的学问里叫做反闻文字性，你不往外听闲话了，你开始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独处带给你的第三大顶级福报，自信圆满，不向外求。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看看咱们的历史里，那些真正修出大境界大成就的人，哪一个不是在极度的孤独里熬出来的？当年达摩祖师从海上漂洋过海来到中原，那是什么排场？当时的梁武帝，那是信佛信到极点的人，亲自把他请到宫里去。梁武帝也是个喜欢向外求的人啊，他见到达摩第一句话就问，我这辈子建了那么多寺庙，印了那么多经书，供养了那么多和尚，你看看我这功德有多大？达摩祖师看他一眼，这人满脑子都是世俗的热闹和攀比，心全在外头飘着呢。达摩祖师冷冷地回了4个字，并无功德。话不投机半句多，达摩祖师转身就走，他没有去结交什么达官贵人，也没有去哪个大广场上开讲座收徒弟，他走到黄河边，折了一根芦苇扔在江里，踩着芦苇就过了江，一路走到了嵩山少林寺的后山，他找了一个背阴的冷僻山洞，里面阴暗潮湿，连个坐的蒲团都没有。达摩祖师就在洞里的一块石头上盘腿坐下，面对着一面冰冷坚硬的石壁，他没有带经书，没有跟任何人说话，连头都不回，这一坐就是整整9年啊！你想想看，9年，在那9个寒来暑往里，北风呼啸着灌进山洞，大雪把洞口都封住了，夏天蚊虫叮咬，冬天气候严寒，有传说讲，连山里的鸟看它一动不动，都飞到它的肩膀上做窝孵蛋，洞里的野草顺着它的身袍长了起来，它还是不动不言不语。普通人要是被关在这么个黑咕隆咚的洞里，待上9天，估计都要发疯了。为什么？因为普通人心里空啊，没有外界的刺激，没有人和他说话，他那个心就憋死了。但达摩祖师发疯了吗？没有，他在那9年的极度孤独里，在别人看来是受大罪，在他是最大的清净，因为他不往外求了，他内心那个无限广阔的宇宙被彻底打开了。直到9年后的一天，天降大雪，积雪都没过膝盖了，有个叫神光的人，为了求法，站在洞外的大雪里站了一整夜，冻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为了表决心，神光甚至拿刀咔嚓一下把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达摩祖师这才转过头来，看着这个疼得冷汗直冒、满脸惨白的人，问他，你这么苦苦求我，到底想要什么？神光咬着牙，浑身哆嗦着说，大师，我心里头不安，各种念头翻江倒海，求您帮我把心安下来吧。达摩祖师伸出一只手，眼睛盯着神光，声音像洪钟一样敲过去，好啊，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神光愣住了，他用那只剩下的手摸着自己的胸口，闭上眼睛往里找，找过去的委屈，找对未来的恐惧，找那些让他痛苦不堪的念头。找了半天，他猛然睁开眼睛，满脸震惊地说，我找不到了，那个不安的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怎么找不到它在哪儿？
达摩祖师微微一笑，我已经替你把心安好了。就在这一瞬间，神光彻悟了。后来他就是禅宗的二祖慧可大师。你们想想看，达摩祖师能一句话点破慧可，那股镇住天地万物的强大定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那9年面对石壁的绝对孤独中淬炼出来的。当一个人真正切断了外面的纷扰，不看别人的脸色，不听世俗的闲言碎语时，他看起来是孤单的，但他心里一点都不觉得缺乏。因为人在绝对安静的时候，那个被蒙蔽了一辈子的本性就会显现出来。这就好像是一杯在泥地里搅和了半天的浑水。咱们老年朋友大半辈子为了养活儿女去上班赚钱，去处理公婆媳妇的各种矛盾，去应付职场里的人情世故，你这杯水被别人用勺子搅了一辈子，全是泥沙，浑浊不堪，你根本看不清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到底想要什么。现在老了，退下来了，你有大把的时间了，如果你还跑出去凑热闹，那就是继续在拿勺子搅这杯水，它永远是浑的。只有当你安安静静的坐在家里，把电视关掉，把手机推开，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是静静的待着。这在老祖宗看来就是最高级的修补命盘。因为你在给这杯浑水沉淀的时间1天2天，泥沙慢慢往下沉，1个月2个月，水开始变清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你会突然回忆起10年前、20年前某个人对你的伤害，或者你年轻时做错的一件事，以前想起来你还会咬牙切齿，或者悔恨交加。但现在因为你的心清净了，你就像是在看别人的故事一样，你突然看懂了当时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你看懂了老天爷安排那场劫难是在教你什么，你一瞬间就放下了，心里那个堵了半辈子的疙瘩自己就解开了。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自信生万法。你心里那个世界丰富得不得了，你可以在静坐中把这辈子的恩怨情仇重新梳理一遍，把那些糟粕全部扔掉。当你自己把自己看通透了，你还需要外面的老王老李来陪你聊天解闷吗？你还需要儿女天天给你打电话请安，你才觉得自己活着有价值吗？不需要了。你坐在这个屋子里，你就是这个屋子里的主人，你也是你自己这颗心的皇帝。但是我得给你们提个醒，这杯浑水在沉淀的过程中，泥沙往下落的时候，水里头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会浮现出来。很多刚开始练习独处的人，不仅没觉得清静，反而觉得越做越烦躁。过去的那些伤心事、窝囊事、意难平，像潮水一样往脑子里涌，憋得胸口疼，甚至有想砸东西的冲动。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是不是吓得赶紧再把电视打开，或者跑下楼去找人聊天？把这些念头压下去绝对不行。你们要晓得，这一逃，你不仅前功尽弃，而且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人这个精气神，白天出去应酬干活说话，这叫做发，是阳；晚上回到家关上门静静的待着，这叫做收，是阴。一发一收，一阴一阳，这就叫做道。如果你心里一乱就往外跑，你这台机器就只有发没有收，只有消耗没有积蓄。你以为你是去找乐子了，其实你是在加速榨干自己最后那点气血。前几年我碰到的一个老居士张大爷，他刚从单位退下来那阵子，也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每天在家里坐立难安，
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怕什么？他怕自己闲下来成了个废人，怕街坊四邻说他退了休，就没了精气神。为了填补心里的恐慌，他一口气在老年大学报了8个班，书法、合唱、太极拳，甚至还报了个单反摄影班。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他比上班那会儿还要忙。早上背着个大相机去公园拍荷花，下午赶到合唱团去排练。他整天乐呵呵的，逢人就说自己现在充实得很，交了几百个新朋友。可你们知道他背地里有多累吗？合唱团里为了争个领唱互相攀比，摄影班里为了比谁的镜头贵暗地里较劲，张大爷为了合群，为了显得自己吃得开，不管多累都硬撑着陪笑脸。直到有一天下午，合唱团排练，教学楼的电梯坏了，要爬5楼。张大爷提着2大瓶给大家买的矿泉水，刚爬到3楼的缓步台，突然觉得胸口像被压了一块大石头，气喘不上来。紧接着他眼前一黑，连人带水瓶全滚到了台阶上。幸亏送医院送得快，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了3天，总算是捡回了一条老命。从重症转到普通病房的那天下午，病房里安安静静的，张大爷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他在老年大学交的那几百个好朋友8个班的同学，除了在群里发了几条不痛不痒的老张保重之外，连一个拎着水果来看他的人都没有。那些为了争个面子，为了填补空虚而去凑的热闹，在生死关头就像个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连点回音都没有。那一刻，张大爷躺在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流到了枕头上。他不是因为没人来看他觉得委屈，他是觉得自己可笑。他拼了半条命去迎合外界，到底图个什么？出院以后，张大爷把那8个班全退了，退群的时候连一句客套话都没留。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一开始心里还是会慌，觉得被全世界遗忘了。但这次他咬着牙没往外跑，他找出一张古琴的唱片放上，就那么坐在摇椅上听。慢慢的，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随着那古琴真正的深远声音，他那原本急促的呼吸开始变长了，心跳慢下来了。当他不再去跟别人比退休金，比谁的人缘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其实自己根本不需要外界那些虚假的掌声，那些恐慌，那些对衰老的害怕，像一层层灰尘一样，在琴声中渐渐落地了。现在你去看看张大爷，每天在家写字听琴，面色红润，谁也气不着他，谁也煽动不了他。诸位想想看，张大爷这场病根在哪儿？病根就在于他心里头没有一根定海神针。人在没有这根神针的时候，你的价值是建在别人嘴巴上的。别人夸你2句，你轻飘飘的飞上天；别人瞪你一眼，你晚上连觉都睡不着。你成天跟着外界的评价转，活成了个提线木偶，累不累呀？当你真正学会了独处，能够安安心心的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不逃避心里的恐慌时，你就在收获第4大顶级福报：阴阳平衡、化解情绪，以及第5大顶级福报：8风吹不动。什么叫化解情绪？我告诉你们，情绪这个东西就像是一条浑浊的河，你心里升起对儿女不孝顺的愤怒，对老伴不够体贴的埋怨，或者对自己这辈子没赚大钱的懊悔，这些念头一起来，你千万不要去压制它，更不要顺着它去骂人，去吵架。你一吵，又是在消耗精气神。佛法讲得很清楚，对付这些妄念，
最好的办法叫做降伏其心。怎么降伏？就是看着他。你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个愤怒的念头冒出来，你心里明白，我又在生气了，我又在回想当年那个混蛋怎么欺负我了。你不要去批判自己，也不要去顺着往下想，你就像一个站在岸边看水流的人，你看着那个愤怒从心里飘过去，就像看着一片树叶顺着河水飘走一样。你只要不跟着它跑，几分钟以后，那个火气自己就散了，这就叫化解。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高级的情绪处理办法。你不借助任何外力，不找人倒苦水，自己就把自己心里的毒素给排干净了。等你把这些毒素排干净了，你的心里就清亮了，那根定海神针就立住了。到了这个境界，外界的风浪再大，别人说你孤僻也好，说你古怪也罢，儿女赚了大钱或者没出息，你都不放在心上了。因为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自己这辈子真正要的是什么，你心里有一套清清楚楚的价值准则，不再需要外界的任何人来给你打分。这就叫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但是独处的好处仅仅就是让你不生气不生病吗？如果只是这样，那咱们老祖宗的学问也就太小了。我告诉你们，真正能在极度清净中安住的人，他的大脑他的智慧会发生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翻转。在这个清净地里藏着老天爷给咱们的最大的一把钥匙。这把老天爷给咱们的最大的钥匙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咱们老祖宗管这个叫做定能生慧。当你的心真正沉淀下来，静到了极点，不再去向外攀援的时候，你的大脑你的生命就会爆发出一种你这辈子都不敢想象的巨大能量。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独处带给你的第六大顶级福报，定能生慧，无事不办。你们要晓得，人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时候，只要把心收回来，完全沉浸在当下，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连外面打雷下雨都听不见。这在咱们佛法里就叫至心一处。心一旦定了，你不去乱想了，那个本有的智慧就像底下压着的泉水一样，咕嘟咕嘟全冒出来了。唐朝的柳宗元，那时候他遇上朝廷里的大变故，差点被杀头，最后被一竿子贬到了永州。那时候的永州是个什么地方？荒山野岭，到处是毒蛇猛兽，瘴气泥潭。一个曾经在京城里呼风唤雨的高官，突然之间什么都没了，亲戚朋友全躲着他，怕受牵连。换作一般人，处在那种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的绝境里，早就崩溃了。要么天天借酒浇愁，要么写信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托关系想回去。但是柳宗元没有。有一年冬天，永州下了漫天的大雪，连山里的鸟都冻得飞不见了，所有的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绝对的死寂。柳宗元干了什么？他既没躲在屋里哭，也没去县衙门里找人喝酒排解寂寞。他披上一件破旧的蓑衣，戴上一顶斗笠，一个人驾着一叶小扁舟，滑到了结着薄冰的江心。一阵刺骨的寒风吹过来，刀子一样挂在脸上。他在江心抛下吊线，闭上眼睛，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漫天大雪落满在他的蓑衣上，他整个人就像是一块冰雕，一块石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你们以为他真的在钓鱼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他在那种连老天爷都闭上眼睛的极度孤独里，
在吊他自己的那颗真心啊，外面的路全断了，他不再往外求了，他的心唰的一下彻底收了回来。就在那一刻，过去的繁华，朝廷的恩怨，个人的生死荣辱，全在这冰天雪地里被冻结了，然后被他那颗极度清净的心彻底化解掉了。正是因为熬过了这种把人逼到绝境的孤独，柳宗元才淬炼出了他不屈的灵魂，写出了那么多流芳百世的千古文章。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虽然没有被发配，但其实你们晚年面临的处境，有时候跟柳宗元的永州是一样的。老伴走了，儿女在外地安家了，一年回不来几次，你一个人守这个空房子，浑身是病，觉得被这个社会淘汰了，被这个世界遗忘了。这种感觉像不像那场漫天的大雪？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怕得要命，拼命去外面抓取，去讨好谁，那你永远都在受苦。可是如果你能像柳宗元那样披上你的蓑衣，安安心心地坐在这个孤独里，不去逢迎，不去抱怨，我告诉你们，奇迹就会在你的身体里发生。人在绝对清净，不向外漏气的时候，咱们中医讲，这叫做水火既济。你平时成天操心生气焦虑，你的心火是往上传的，烧得你整宿睡不着觉，口干舌燥，高血压全来了。你的肾水是往下漏的，腰酸腿疼。但是当你关掉电视，不去管外面的闲事，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你的呼吸自然就变长了，心跳自然就放慢了。这个时候你心里的火气开始往下降，去温暖你的下半身，你身里的水气开始往上升，去滋润你的大脑。五脏六腑不再互相打架了，他们在清静中达成了平衡，这比你吃多少补药都管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医书里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的心静了，气血就通畅了，百病自然就消退了。这就是独处带给你的实实在在的福报，延年益寿。不光是身体上，你的精神上也会发生异常。真正的脱胎换骨，你们要晓得，咱们每个人活了大半辈子，心都被伤过，被骗过钱，被亲近的人背叛过，被儿女伤过心。这些心里的裂缝，平时你不敢看，你用热闹去掩盖它。可是当你在独处中，你不再逃避了，你直面这些痛苦，一开始确实难受，这是你潜意识里的业障在往外排毒。但只要你安住不动，你看着它，你的这份清净心就像是一根金色的丝线。民间有种老手艺，把打碎的瓷碗用金漆一点点纹起来，不但能用，反而比原来更漂亮，更值钱。独处就是老天爷赐给你的金漆，你在寂静中用这根金线把你那颗千疮百孔的心重新缝补成一个圆满的整体。当你真的补好了自己，你不再觉得自己是个缺了一个角的破碗，不再四处祈求别人来给你倒水的时候，你的存在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极其强大的磁场。当你彻底放下了对儿女的控制欲，放下了对老伴的怨恨，你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结果呢，那个大半年不给你打电话的儿子突然主动提着东西来看你了，那个以前总跟你吵架的老伴突然对你和颜悦色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去吸他们的能量了，你不散发那种饥渴和逼迫的信号了，你变成了一汪平静的湖水，谁走近你都会觉得舒服，觉得安宁，好运、福报、好人缘，不用你去求，他们自己就顺着你这个
清净的磁场找上门来了。可是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肯定急了，南师啊，这道理我也觉得对，可我一回到家，看到儿女不听话，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这心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用去什么深山老林，也不用去报什么昂贵的补习班，你只需要在你那10几平米的卧室里给自己修一个清净道场。首先你得学会怎么把外面的门关上，这不是让你跟家里人断绝关系，而是说每天哪怕只有15分钟，你要给自己定一个神圣的时间，比如每天吃过晚饭或者睡前的那半小时，你要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告诉他们这段时间是我的充电时间，哪怕天塌下来也等这半小时过了再说。你把房门关上，就在那个角落里给自己泡上一杯淡淡的茶，或者点上一盏灯，你要把它看成是比吃饭比睡觉还要重要的大事。坐下来之后怎么做？这只有3个字，止观转。第一步叫止观，就是把那颗像猴子一样乱跳的心强行按住。你坐好，2只手放在腿上，背挺直，闭上眼，什么都不要想，就去听你自己的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刚开始你那个脑子肯定不听话，想七想八的，这太正常了，不要去责怪自己，更不要去跟这些念头打架，你就当这些念头是路边的车，你是路边看车的人，你看着他们开过去，不要去追，也不要让他们把你带走，这就是第2步观。你要像个旁观者一样，冷眼看着自己的心。你在看的时候，那个念头慢慢就变了。比如你刚才还在想那个说话难听的老伴，你看着那个愤怒的念头，你对自己说，哦，我在生气，我在纠结别人的评价，你这一关，那个念头就没劲了，它就自己消散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第3步，叫转。当一个不好的念头冒出来，比如贪心、嫉妒、愤怒，你不要压它，压是压不住的，压久了人会得病，你要用智慧把它转过来。我告诉你们一个诀窍，当下一次你因为儿女的一句话或者亲戚的一个脸色，心里窝了一团火的时候，你立马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的这个愤怒是为了什么？它能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吗？它能让那个事儿变得更好吗？它值得我折损自己的阳寿吗？这一问，你那个心境马上就变了，你不是在压抑愤怒，你是通过这一问，把那个愚痴的能量转变成了清醒的智慧。这就像是把浑浊的泥水通过一个过滤网慢慢的流出来清泉。还有啊，很多朋友跟我抱怨说，总有那些负能量的亲戚整天来跟你哭诉借钱，或者是来挑拨离间，你又不好意思撕破脸，弄得自己心神不宁。你们要晓得，真正懂得独处的人是最懂得守界限的人。下一次那个喜欢倒苦水的亲戚又来了，你别急着去劝他，更别急着去接他的话茬，你保持微笑，哪怕心里不舒服，你也保持那种礼貌的距离。你可以温和地跟他说，我最近正在学着清静，有些事我也没主意，咱就不谈了，还是聊聊别的吧。你要记住，你保持那种不急不躁、安稳泰然的能量，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威慑。那种只想吸你能量的人，发现你这块石头他啃不动了，他自己觉得没趣，慢慢的也就不会再来烦你了。你对他保持礼貌，那是你的修养，你不让他进你的心，那是你的智慧，这并不矛盾。你们每天这么练，1天15分钟，1个月、2个月坚持下来，你只要能做到心平气和，你会发现遇到再大的事，你都能不慌不忙，
这就是最高级的修行。你把自己的这颗心养好了，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这是在给你整个家留后路。你的心清净了，你说话就不带火气了，你家里的风水就顺了。这叫做修身齐家。你自己就是一盏灯，你这盏灯亮了，照亮了你自己，你身边的人自然也会跟着你变得平和，变得懂事。千万不要觉得这事儿小，咱们中华文化里讲的修齐治平，哪一步不是从自己这颗心上修出来的？在这个乱哄哄的时代，能守住这份清净，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真正的长寿之法。所以咱们今天把这门清净的学问从里到外算是给你们掏心窝子讲透了。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听了这么多，转头可能就忘。作为老朋友，我今天在最后啰嗦一遍，就当是给你们提个醒。你们要晓得这几件事以后打死也别做了。第一，别再去凑那些没用的热闹，别怕一个人待着没面子去迎合别人，就是在风口里点蜡烛，那是拿你自己的阳寿和精气神在开玩笑。第二，别再去向儿女、向老伴绝望地讨要什么关心和陪伴，你带着恐慌去抓，散发的全是匮乏的恶念，只会把好运气和亲人推得更远，招来的全是吸你血的麻烦。这几句话你们一定要刻在脑子里，热闹都是惜命的，独处才是养生的。外面的缘分再好，不如心里的定海神针牢靠。这个道理很简单，寂寞是心空了，拼命往外求，而孤独是你的心圆满了，不求任何人。这几步你们每天一定要照着做，每天给自己留出15分钟，雷打不动，把房门关上，手机静音，把外头的纷纷扰扰全切断，往那一坐，哪怕闭着眼发呆，让心里那杯浑水慢慢沉淀。遇到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翻腾，遇到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委屈，就用我教你们的止观转，不迎不拒，看着他来，看着他走，问问自己，这口气值不值得我拿命去换？这么一转，心里的毒气就排干净了，五脏六腑就通畅了。佛法讲得很清楚，命由心造，境随心转。你们看风水算命，跑到外面去求神拜佛，其实最大的风水就是你们自己这颗心。最大的改命不是去改外面的什么摆设，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的因。你今天把攀缘的念头转成了清净的念头，不去外面惹是生非了，你家里的磁场马上就变，你的晚年马上就顺。我也希望诸位今天听明白了，心里透亮了，不要自己一个人藏着。我强烈建议你们把今天这篇讲清净心的话，把这个道理转发给你的老哥们、老姐妹。你们要晓得，这不是在跟风凑热闹，这在咱们中华文化里叫做法布施。你想想看，你今天这一转发，你的一句提醒，可能就恰好点醒了一个正在相亲角里快被骗走棺材本的老伙计，可能就救了一个天天在广场舞上受嫌弃累出心脏病的老大姐，可能就挽救了一个因为带孙子正跟儿媳妇吵得不可开交，即将破裂的家庭，让他们少造一场业，少生一场气，少败一次家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这手指头一点，就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这就是你在给自己、给家人积攒无量无边的福报啊！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
这些大实话对你的心有哪怕一点点的触动，请你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我告诉你们，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极强能量的。我请大家现在就在评论区留下几句善言，你可以打上愿六根清净，福寿安康，愿不随妄转，清净自在。当咱们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形成的能量场，那个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每一句祈福，每一份善意，最终都会化作冥冥之中的福报，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子孙后代身上。